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苦的老车。这两天吧，春节的假期已然结束，大伙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可以说，在大伙放假的这段期间吧，无论是走亲戚，还是去景点玩，还是搞一次家庭聚会，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春节假期的打算。尤其是今年去电影院的人比往年可以说更加火爆。这点吧，其实你从今年春节档的票房上你就能看出来。当然，咱话又说回来，你光看票房是无法证明今年春节档质量的好坏的，因为影响今年春节档票房的还有3个因素。这第一点呢，也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影院的安排。也就是说，你票价高，排片多，降价慢，只要是有人看，它就能票房高。而今年初一的票价和去年初一的票价几乎也都是在70-80块钱左右。当然，别的地儿我不知道啊，我指的是吉林省 IMAX 比较好一点的场次的厅，几乎都是这个价。不过这倒无所谓，因为今年票房高，主要还是另外2个因素导致的。这第2个因素呢，就是很多省份也都发了电影消费券，单位也都发电影票，这玩意儿说白了，发给你不看白不看呢。至于第3个因素吧，就是消费紧缩，大伙学会了能省则省。应该说我身边很多亲戚朋友就有这种例子，就比如说人家往年可能说计划出去旅游，但今年呢可能园子不太好挣，所以说人家刷一遍春节档，一家人几百块钱就解决了。其实这点吧，你都不用去问旅游景点周边的生意到底行不行，你就看官方发布的数据，19年国内出游的人次对比24年国内出游的人次到底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你就知道咋回事了。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吧还是春节档这几部电影。只不过今天呢咱们只说真人出镜的电影，至于哪吒咱今天就不说了。一呢是因为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点评过了，老车也没必要去蹭那个热度。2吧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抢着票。当然老车这里指的没抢到票吧，不是说真的没抢到票，而是如果你不介意坐第1排和最后1排，有的是票。但是老车看电影有一个啥毛病呢，就是没有好一点的厅和皇帝座的话，我一般不会去看。当然老车这里说的皇帝座就是所谓的最佳观影区，因为毕竟咱办这会员咱不能白办呢，再加上过完年之后这阵子比较忙，所以说就没有时间再去影院再看一次。不过这倒没啥事儿，因为老车向来也不怎么评价动漫电影，所以说咱们今天吧就针对真人出镜的这4部电影来评价一下今年的春节档。说实话，其实金庸老爷子的作品吧，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因为他的小说早期都是登在报纸上的连载小说，而连载小说他又需要用到大量的铺垫和角色经历来完善他的人物性格和成长轨迹。所以说这种小说你改编成电影就面临一个困境，那就是如果我创新剧情魔改原著的话，金庸庞大的受众群体根本就不会买账，因为小说已经足够经典了，你怎么魔改都不会对。而如果说你不魔改就照搬原著呢，就像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似的，它就会出现另一种问题，那就是在2个小时内你想把郭靖黄蓉这点事儿说明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人物你也不可能塑造的那么饱满。而且咱就别说你这电影了，咱就说20多年前李连杰演的那个《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咋样？你要说论阵容，李连杰、邹兆龙、张敏、黎姿、邱淑贞，你就告诉我你这片里哪个男女主能和他比？而如果你要说演技呢，那就更不用说了，肖战是啥演技大伙也都知道。至于打戏咱都不用和李连杰的那个比。应该这么说，这个片号称是武侠电影，但是2个多小时我实在是没看见什么打戏，而且这里所谓的打戏也就是隔空发气功波。我不知道大伙看没看过于荣光拍的那版的《天龙八部》。应该这么说，如果你要能接受于荣光拍那版的《天龙八部》的打戏，那你就能接受《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样的武侠电影。反正就是我打戏不行，我就靠特效着补呗。而且为什么一开始我要拿这个片和《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比呢？那是因为当年《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的票房才1185万港币，可能我这么说大伙没有什么概念啊。你可以去对比同年李连杰演的那个方世玉的票房是3060万港币，而你再往前1年看呢，李连杰演的那个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也是3040万港币的票房。包括同年星爷的那个《鹿鼎记》更是突破了4000万的大关，哪怕就是你再往前1年，黄飞鸿的第1部也是2970万的票房。所以说证明啥呢？就是李连杰这部魔教教主根本就没有被市场承认，因为你这个片是既没有做到创新，也不够还原原著。说白了，看你这片我还不如去看剧版的《射雕英雄传》和《倚天屠龙记》呢。而且这部魔教教主的票房失败，也直接导致了第2部续集的暴毙。当然，这是有的朋友就该说了，那星爷拍的那个《鹿鼎记》
记》不也是金庸的作品吗？对，是金庸的作品，但《鹿鼎记》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算是一个武侠小说，而且星爷的这个《鹿鼎记》他也创新了，应该说他把《鹿鼎记》完全改编成了一个无厘头的喜剧，所以说人家成功是有成功的道理的。而你再反观《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所表现的东西呢，你告诉我和原著有啥区别？可以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啥呢？就是对话用蒙语了，但结果他这个蒙语呢用的也都是配音。反正你要让我评价这个片儿吧，5分绝对不能再多了。而第二个片呢，咱们就要说说《封神2：战火西岐》这个片了。说实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无论是《封神1》还是《封神2》，我向来都不怎么感冒，因为它既没有体现出中国神话元素的特色，而特效呢也没照当下的一些奇幻剧强多少。当然，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封神》的这个系列有些过于西化，说白了，这跟西不西化没什么关系，就是你这里面运用的特效和叙事结构都是人家欧美电影玩过的。不信我打一个比方，你看《黑神话：悟空》为啥能火？应该说无论从动作设计、配乐还有故事上，你完全看不到别人的影子。而且咱们再插一句题外话，无论是京剧、川剧、电影、电视剧、小说，可以说你让地球上任何一个人最直观的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就是动作。不信你看京剧讲究啥？讲究唱念做打，而川剧呢讲究3分唱7分打。包括电影《卧虎藏龙》也是因为动作在国外获奖的吧？包括小说《金庸、古龙、梁羽生》武侠也是中国自创的吧？还有家喻户晓的86版《西游记》，谁敢说这剧打戏不行？所以说能体现中国文化行云流水的动作设计你一点没有，然后拍出来的特效呢效果不好也就算了，还都是人家欧美玩过的。你就说这殷郊，人家书里说的是面如蓝靛，结果你这长得像印度教里的湿婆似的。说实话，看到这点我还真没想到什么阿凡达啥的，我第一印象就想到了印度教里那3位，还有这里面文仲整的那个石决战，这家伙长得就好像韩剧鱿鱼游戏似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剧组是从哪儿得知魔家四将的性格都跟二傻子似的。不信你看封神里魔家四将的性格长得就好像奥特曼里的怪物似的，真的，这说实话你就有点埋汰魔家四将了。大哥人好歹是掌管一方土地的神呢，而且这些都是小问题。这片最让我忍受不了的就是姬发怎么和邓婵玉玩上暧昧了呢？真事儿，用咱六老师多年前的话说就是啥呢？改编不是乱编，细说不等于胡说。你想想原著里邓婵玉就够惨的了，直接被姜子牙逼着嫁给了土行孙，可以说她是古代女性权力弱小的一个缩影。结果到了你这儿呢，她还是没有逃脱拉郎配。说实话，这片我是不感冒，当然我感不感冒都无所谓，因为人家有10多亿的票房，自然有人家的受众。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5分不能再多了。而第3个咱们要说的呢，就是林超贤拍的那个《蛟龙行动》了。说实话，这片你要从战斗和制作上来说，丝毫不输于前几年拍的那个《红海行动》。但为什么这片就扑街了呢？以至于老车进的那个场几乎就没有什么人，可以说就老车一个人在最佳观影区坐着。当然，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有2个原因。这第一点呢，就是这片的剧情有着严重的剧情 bug。当然，剧透的事儿老车我就不说了啊。总之，因为它这个 bug 导致整个剧情的故事都不成立。简单来说，他这个 bug 说的就是啥呢？敌国在水下埋了一堆核弹，然后他们想要引爆这些核弹，引发海啸，摧毁东南亚沿海的这些国家。说实话，就这个剧情，无论是从逻辑还是动机上，根本就不成立。首先，老车有3个问题想问这个编剧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沿海的这些发达地区几乎都是外企，他摧毁了这些地方，对他有什么好处？而第2个问题呢，他怎么保证海啸是可控的？如果说海啸引发了连锁效应，你怎么保证自己不被反噬？而第3个问题呢，是别的国家的情报部门也都不是吃干饭的。说白了，你怎么保证你的这个计划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不败露？所以说你这片的剧情逻辑根本就没有逻辑。当然，这也只是这片扑街的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这片生不逢时。不信你看全球经济好的时候吧，看啥片的都有。但是当全球经济萎靡、生活压力大的时候，谁都想过年看点乐呵的电影。所以说血肉横飞、战火四起的这个片就不适合在这个时间节点。再加上之前战狼和长津湖的过度消费，所以说票房不高我也可以理解。总的来说呢，这片我也就能给个6分，多出来那1分呢，也就算是给制作上的。
而如果你要说到第4个电影《唐探1900》吧，其实怎么说呢，也是乏善可陈。你看，按照道理来讲，这部并没有沿用唐人和秦风的那个主人公的设定，那你是不是就应该在主线上有所创新？结果呢，他还是按照前3部的那个叙事结构来拍的，而且无论从搞笑程度还是探案戏份来说，都没有前3部强。这搞笑的戏份咱就不用说了，谁要说这部比前3部强，我高低得和他掰扯掰扯。你说是王宝强装印第安人好笑啊，还是刘昊然当中医耍贫嘴好玩啊？甚至有的喜剧桥段都是前几部重复的，就比如说秦福赤身上街，咋的《唐人街探案2》里没有啊？还有看着男主的人一会儿一回头，第1部里也有啊。所以说他在喜剧效果上一点都没有创新呢。而王宝强这边演的这个阿鬼呢，还是张牙舞爪的人设，包括这片的探案情节呢，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可以说就是玄学探案，整的就好像王宝强演的这个人有特异功能似的。真的，如果印第安人这么牛的话，现在也不至于剩这点人。当然，咱话又说回来，你要是从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话，唐探1900呢，还是比其他那3个要强的。但是你要和同系列的那几个比呢，这个片的搞笑程度确实垫底儿。所以说你要让我给呢，我就给6.2分。当然，今年的主菜吧，毕竟还是哪吒。但是我是真没想到一堆真人电影干不过一个动漫。当然，这也侧面证明了国产动画的崛起和喜剧市场的落寞。你想想，往年春节档还能看着几个喜剧呢？今年可以说全军覆没。行了，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下期呢，咱们找几个年度好剧唠唠。好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